大家好，我是 Klaus。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选举了，不仅是在美国国内导致了两极分化，而且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关于大选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惊奇事件，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方面做一个知识性的普及，用简单的语言讲解美国的选举制度，另一方面同时分析一下今年大选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美国两极分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叫总统。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直接选举简称直选，一人一票的方式，最简单直接的反映民意，体现民主。比如今年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蔡英文以817万票当选，这每一票的背后代表着一位公民的选择。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并不是采用的直接选举的方式，而是一种间接选举，称为选举人团。先由每个州的公民选出该州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代表该州投票。每一个州拥有一定数量的选举人票。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获得了一个州的多数选民票，则获得了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比如在2016年，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仅以1%的优势赢了希拉蕊，那么宾州全部的20张选举人票都归川普。选举人票一共538张，得到超过一半，也就是达到270张的候选人获得总统资格。这种间接选举的方式就会导致拿到多数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并不一定也是拿到最多的选民票。比如2016年，川普拿到了360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但是选民票总数是6200万张，比希拉蕊少了将近300万张。所以因为如此，美国的选举方式被很多人认为不民主。那为什么以民主立国的美国会以这种看似不民主的方式选总统呢？这是由美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设计这一套方案的时候，经历了各州代表的激烈讨论。人口少的小州提出各个州应该拥有平等的决定权，但是大州则认为应该按照人口比例划分决定权。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一个州有比较高的独立性，同时在文化、传统、法律、经济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在联邦里的州就像联合国里的国家一样，不论大小，地位都是平等的。比如韩国总统如果要到中国访问，不能因为韩国在疆域和人口上都比不上中国的一个省，所以就让省长级别的人去接待吧。比如怀俄明州人口只有50万，还不如加州的一个城市。如果采用直选，不论选民来自哪个州都是一人一票，那么人口少的小州就失去了话语权，在联邦政府中不会被重视，而人口众多的州就有了优势。选举的结果和联邦的政策就容易受到大州的操控。但相反的，如果单纯的尊重州的独立性，每个州都是相同的票数，就会无视各州的人口差异，同样造成不公平。小的州就容易被候选人操控，就像联合国中的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一票，所以中国就会拿钱去买非洲小国的票。所以最后在美国国父的集中智慧之下，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就产生了现行的折中方案，既尊重州的平等地位，也考虑人口占比。最多人口的加州有55张选举人票，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也有3张。如果只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的话，那怀俄明州只能拿到半票。直选的方式更适合单一民主的小国家，大的国家在地域、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追求绝对的公平，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美国除了总统和副总统是间接选举之外，其他所有的行政长官，包括参议院、众议院、州长、市长、县长等，都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单单对某一个制度来讲，没有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之分，更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在做比较的时候，才会有相对好与相对不好的制度。美国现行的制度当然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缺陷，但相对来讲，运行了这么多年，在各方之中算是都能被相对接受的。美国有2大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一些州的选民对两党的支持度差别很大，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有压倒性优势，是各自的铁票仓。这些州的选举人票投给谁，是在大选前就能确定的。倾向民主党的州被称为蓝州。
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和东北部地区，城市化程度高，思想开放，比如加州和纽约州。倾向于共和党的州被称为红州，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南部，思想保守，主要以农牧业和传统工业为主，比如密苏里州、南卡州。剩余的州两党的支持度相差不大，被称为摇摆州，所以争夺摇摆州就成了竞选的关键。因此摇摆州有了另一个名字，叫战场州。由于选举人团制度赢者通吃的规则，在大选中的一方即使仅占据微弱优势，也能拿到全部的选举人票，所以摇摆州选民的选票要比其他州选民的分量重得多。其次，摇摆州中有数个州人口众多，因此也握有更多的选举人票。比如佛罗里达州有29张选举人票，他们往往会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出现一个州改变整个选举走向的情况，所以摇摆州就成了候选人争夺选票的战场州。这幅漫画就讽刺了候选人对摇摆州的重视程度。摇摆州威斯康辛州有10个选举人票，候选人去过40次，而其他8个州加起来24张选票，却只有1次竞选活动。摇摆州有多重要？来看看两党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投入就知道了。首先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举行的竞选活动以及大选集会，仅在少数关键摇摆州举行。川普解除隔离后，从10月12日开始，几乎每天飞往摇摆州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为了提高效率，在机场举行，在大选前一天更是一天飞了5次集会。其次是资金投入，两党候选人在作为关键摇摆州的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2个州投放的广告花费就超过了1半。为什么说本次大选可能会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总统选举呢？首先，今年的选举是史上花钱最多的选举，是上一届选举年2016年的2倍。其次，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方面的立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包括对疫情和抗疫的处理态度、征税政策、移民政策、国际关系、能源开采等等。最近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巴雷特就遭到了民主党的全体反对，但是共和党席位占多数，民主党投不投反对票都会通过，但是民主党还是全体投了反对票。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不只是两个政党分化严重，其实这种两极分化已经延伸到美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本应该客观中立的媒体都选边站，刻意的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甚至是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在全美各地爆发肢体冲突，再加上舆论的引导和阴谋论的散布，更是加重了选民的分化程度。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美国社会逐渐出现了阶层矛盾。代表上层社会的精英群体是开放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利用第三世界的低成本优势制造产品，再通过全球化框架下的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卖给美国人，获得巨大利益。但是中下层阶级的人却没有获得相同的利益，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些不同的阶层最终需要在政治上寻找代理人，而这一次的选举中，民主党人拜登和共和党人川普分别选择了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这一点最直接的可以从两个阵营的竞选资金的来源明显的看出来。根据无党派组织 CRP 的数据，自今年年初以来，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已经向民主党捐赠了 2.65 亿美元，民主党总共募集到的资金大大超过了共和党，因此民主党财大气粗，在花钱数额上是共和党的2倍。拜登有望成为历史上竞选总统花费最多的总统候选人。除了两极分化，美国这次大选更是有选举的争议。今年因为疫情的因素，增加了数倍的邮寄投票，总共预计有超过1亿人选择邮寄投票。首先，有些人对邮寄投票不信任，认为会舞弊和作假。目前全美有数百个围绕选举的官司正在处理，而且各州的计票规则不同，再加上大选之日寄出的票可能会在大选之日后到达，这些迟到的邮寄选票可能会改变之前的结果，所以可能导致选举结果反转。选民的两极分化再加上这些争议，会让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不论谁当选，另一方都不会轻易接受。据报道，有超过1半的人相信大选之后会发生抗议，甚至是内战。美国各个州的警察已经提前部署和准备。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就曾经在美国很多城市爆发游行。
民主党也曾试图用法律手段判定川普当选无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通俄门的事件，但是最终失败。所以抗议是难免的，但是不至于会到内战的程度，毕竟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了共产主义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概念。关于平等和公平还有一个衍生图，那就是公正，所有人都凭票入座。首先是台湾的网友德荣宏跟我们分享了在台湾学校有教育平等分为齐头式平等和立足点平等，可以说是把共产主义的假平等教育给了国民。网友 Lear Goodspeed 说，真正的平等让不同天赋、起点、努力、机遇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高度都能看到各自的风景，社会的善意。虚假的公平掠夺其他登得更高的人的资源，来让所有人都爬到同一个高度。网友 iStorm 说，墙内人的共病不患贫而患不均，而真的要做到均，那就是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所以共产主义搞到最后就是大家一样穷，当然党员除外了。网友 CC 花说，越是号称人人平等的地方，越是人人不平等；越是提倡素质教育的地方，越是没有素质；越是提倡人人都必须爱国的地方，哈哈哈。网友 Kimba Wang 说，罢工、示威游行、集会等等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在所有社会都存在的。网友的这个说法不能说对或者不对，有阶级的地方就一定有阶级矛盾，但有矛盾的地方是不是一定就要斗争？争取权益和斗争是不是完全相同呢？共产主义的宣传当然不会主张屠杀，美化的称为阶级斗争，但实际上都演变成了流血的屠杀。就像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还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呢，可是结果呢？共产党的理论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确实不错，是很容易洗白的，但是要拿历史拿事实去谈就完全不一样。正如网友 YYYXXX 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